看完《藏海战》的大结局，我想说一句：《藏海传》，我不允许任何人忤逆你。肖战，恭喜你，又一部养老剧出现了，最后的一切都非常圆满的、整齐的、清晰的画上了一个闭环。整部剧严丝合缝，讲道理、讲细节、讲逻辑，尊重我们观众，直至最后一刻。大结局封神，高光时刻燃爆，命运交织的终章让我热泪盈眶又不禁唏嘘。几十集的坑全部填完，不管多细微的伏笔都没有落下，甚至连铁面人为什么能够直奔地道口薅出藏海都给解释得清清楚楚，一切都豁然开朗，所有疑问迎刃而解，就是神作。说结局烂尾的人是真的压根没有看懂这部剧的中心立意。终章就像一柄回旋的青铜钺，狠狠地扎在了我们所有人的眉心。一切因果轮回在此刻形成闭环，但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一切都在周而复始。大庸的龙椅上迎来了更无情、更心思狠辣的新帝。平津侯府的额匾重新漆过，迎来了更冷血的主人。安定门下的藏海们眼中跳动着熟悉的野心和欲望，而东夏女王的手指在崭新的羊皮地图上去描绘着自己心中理想的国土边疆。我本来以为可以看到一次封建王朝撼动人心的地震，也许藏海会留下来成为制度的改良者，或许他会用自己的理想主义直接掀翻整个棋盘。但是《藏海传》却给了我更清醒也更残酷的一个认知，就是只要权力人是蜜糖，那就会有无数的人为了他前仆后继，不顾他人的性命，视人命如蝼蚁，如草芥。而这个轮回只有砸碎盛着蜜糖的容器的那一刻，才会真正的被终止。可是这并不是某一个帝王或臣子英明，或者某一个无情的帝王奸佞的臣子死亡可以解决的。因为永远会有更无情、更冷血，或者说也曾热血也曾善良的人，因为权力的异化，让这个悲剧不断的重演，永不停息。这种结局的拍法真的很绝，特别的真实，真实到残酷。天下又是一盘新棋，会有更多的人为了权势各显神通，翻云覆雨，也许也会有像蒯夺那样的清流之士，为了心中的正义和理想而甘愿牺牲。可是藏海他没有上帝视角，他只能看到他能看到的，做他能做到的。天下没有算无一策的人，也更没有谁能够真正的操控全局，皇帝也不能。而有这种野心的人，也都会在权势的异化之下，最终走向属于自己的万劫不复。就像赵秉文执着于鬼玺所带来的操纵，打着为了大庸的旗号，却想着去操纵所有人，掌控绝对的权力，而最终也在幻境当中死于自己最害怕的，或者说是最亏心跟虚心的那一幕。也许他那一天也没有走出蒯夺的死亡吧。庆幸的是，藏海一直都很清醒，就像他的扮演者肖战所说，藏海或许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他一定知道自己不要什么。当先帝说既然是先帝的心爱之物，那就拿到先帝的灵前烧了吧，借木雕来御藏海的那一刻，他听懂暗示，坦然交权。其实这一刻还是回归到了权谋的知世故而不世故，所以他还是那一个智奴，坚守本心，不愿也不屑停留在无穷无尽的权力欲望的深渊里面。这一刻，我想藏海终于从10年前的那个大火里将自己救了出来。智奴，今天晚上可以终于睡一个好觉了。40集播完，肖战获得多少的赞美，在我看来都是他应得的，因为他用自己精湛的演技，给所有期待《藏海传》这部剧的观众都交上了一份完美的答卷。《藏海传》的藏海这个角色真的很难演，不仅仅是难在要去完整的去呈现藏海这个复杂人物庞大、混乱且乱中有序的一个成长轨迹之外，更难的就是难在绝对的剧情重点都是压在藏海这一个角色身上的，他是全剧剧情和所有人物关系的一个枢纽。这样一个庞大的故事框架，完全是要靠藏海这个角色去撑起并且撑住的。毫无疑问，肖战不但撑起撑住了，而且撑得漂亮和完美。他真的稳稳的接住并且完成了藏海这一个角色。
我相信看完这40集，不管是业内还是普通观众的心中，藏海已经成了不可复制和替代的一个经典角色。这就是好的演员跟角色之间的互相成就。郑晓龙导演也是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在身上的，《藏海传》真实的向我们所有人呈现了权力对于人性的一个异化，也让我们真切的看到了权力之下的众生命如蝼蚁的残酷真相。他试图在用这样的作品去重新定义好与坏的标准，为最普世的价值观拨乱反正。好剧和好的导演真的是有在引导我们观众去反省、去思考，而不是一味的迎合去讨好。所以这样的导演，这样的剧真的多来一点。整部剧的留白也特别的多，就像中国画一样，少即是多。留白真的是很高级的一个艺术，这部剧可供我们观众解读的地方太多了，特别的适合慢评。好剧就是这么的回味悠长，越评越有。不多说了，我去二刷，后面还会出更详细的复盘，咱们不见不散。而关于《藏海传》大结局，你有什么的感想？也欢迎大家发在我的评论区，跟我一起讨论哦。《藏海传》余韵未歇，藏海内抹在权力高墙与命运湍流间倔强挺立的身影，这早已刻入我们所有观众的心中。藏海这个角色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不仅仅是依赖于跌宕起伏、反转再反转的情节，更是因为肖战以其骨血灵魂与藏海达成了一场灵魂共振，适配度惊人。藏海的灵魂深处有一种以柔承重的韧性精神，说白了就是不服输。他背负血海深仇，却能够以智谋为刃，借力打力，令自己的仇敌静默于自身的贪婪与算计。3个人他一个都没有放过。他深谙皇权如渊，个人之力无力倾覆，却始终秉持勿以善小而不为的善念，在权力的下隙间尽可能的为工匠和百姓凿出一线生机。他命运多舛，从智奴到藏海，无数次的濒临绝境，却从未认命，就是我命不该绝的嘶吼。在我看来，就是他生命意志最震撼的一个宣言。肖战赋予藏海的正是这种从骨髓里漫上来的狠劲与孤勇。大家应该都还记得这一场戏，真的是我看一次震撼一次的程度。满身血污的少年踉跄着自暗中走出，眼中含雾，却迸发出金石相击的铿锵之语。少年血性中的悲愤、决绝和笃信在此刻完美的呈现，神态、台词、爆发力完美的统一，真的是看得我直起鸡皮疙瘩，浑身热血沸腾，但是又遍体生寒。这并不是皮相之焰能够带来的冲击力，而是灵魂深处的爆发力的一个喷薄。这种复杂情绪的精准融合和爆裂呈现，没有深厚的功底，或者说与这个角色的灵魂完全相契的一个演员能够完美演绎出来的，而肖战做到了。这一场戏，我敢说其他人真的很难复刻出来，因为这与肖战自身的一个遭遇有着非常大的一个联系。他真的是将自身的那一种与命运的抗争完美的嵌入了藏海的灵魂。藏海的底色是苍凉，然而他最动人的地方恰恰是在苍凉的底色下透出的鲜活的活人感。肖战精准地拿捏了这一处，以极其精微的表演去凿刻出了这个角色的血肉。梦中家人浮现时的脆弱无助，与师父死别时崩溃的痛哭，在终章令赵炳文胆寒的凛然威仪，都被他一一的呈现在了我们观众的面前。但是最令我心折的地方，是他演绎出的藏海在绝境中的那份从容与浪漫。逃亡之路，九死一生，柔不忘为自己心爱的姑娘摘一朵小花的那一抹温柔。肖战本身清而不寒，雅而不惊，秀而不媚的气质，也真的天然的贴合藏海的轻逸风骨。每一次看着他身穿官服俯首称臣时，在我看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跪下来的姿态，而是这个角色粗感与复杂张力的成倍激增，谁能懂？而黄龄自救的智勇，长街听雪的孤寂，星河夜谈的深邃，和家宴怅然的一个隐忍，这张漂亮脸蛋下流转的灵韵和百转千回的演播，是哪怕剥离了剧情和角色的光环，都依然能够直击人心的力量。我作为观众，真的一次又一次的被击中。更难能可贵的是，肖战作为演员的2度创作能力。
直接使得藏海这个角色跳出了纸面文字。当我得知很多很珍贵的戏，比如说那场生理性干呕的哭戏，以及昨天让我们很多人都泣不成声的与师父背后告别的戏份设计，竟然都是来源于肖战对于角色深度体悟后的匠心独运时，我不由得感慨演员与角色之间的深度互文。他将自身对于创伤的体会直接上升为了表演技巧，这使得藏海这个角色有了更直抵人心的温度与厚度。我不想去说他曾经的遭遇如今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但是就冲他这一份将自身经历完美的融入表演的智慧与创造力，我想说他真的安得起演员这2个字。藏海以渺小的身躯，在历史的惊涛骇浪和权力的铜墙铁壁间，硬生生地凿出了属于自己的生路与光明。肖战则以他精湛的表演技艺和深刻的理解力，以及丰沛的创作激情，完美的承接并且具象化了这一份精神内核。当角色的灵魂与演员的生命经验相融合，藏海就不再仅仅只是剧本中那一抹单薄的纸片人，而是成为了一个在生命的裂缝中执着凿光、震撼人心的鲜活的生命个体。肖战与藏海彼此成就，共同完成了一场关于抗争、悲悯与生命韧性的盛大叙事。因为藏海这个角色的存在，以及所有观众对他的一个喜爱，我相信这也是对于肖战作为演员最大的一个肯定。